这是什么雷人的问题啊？不累，一点都不累。rapper、赛车、歌神，太隐藏了，隐藏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两个极端，对以前的自己，我会非常感谢他当时的坚持和当时的努力。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思，很高兴在腾讯娱乐 X 计划中认识大家，不止于心，无界生长，邀请大家翻开新档案，了解更真实的我。不同的点就是我第一次尝试古装，是一次尝试，是一次突破，是一次适应新的角色。然后我们这部戏的题材可能和以往的不一样，题材更偏向于内心化情感的输出，是围绕着一个死亡的主题来谈论的一部剧。从美术转到模特，其实中间还有很多行业、很多工作。然后转到模特了之后，在通告群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关于这个行业的招聘，然后可能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行业。至于选对选错，我感觉这件事情不是绝对的，可能做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吧。但是至于美术和表演，这确实都是我比较内心喜欢的东西。可能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有一个过去式的方式吧。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状态和当时的方式来讲的话，其实每一部戏都是富有挑战性的，包括这些戏的后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角色。只能讲是在这一个环境和我自身的条件和能力来讲，对于当时的情况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建构、复盘，然后让自己在尝试更多的角色。没有啥密码。去感受，去认真做好这件事情就行。有流量密码，我可能就是流量王者了。这个东西我感觉不是因为一个动作、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才会让它设立成霸总气场。因为我感觉，等我自己完全的融入到这个角色了之后，这个角色是有灵魂，他下意识不管做什么动作，他就是这个人。哪些标志性或者是模式化的动作啊，相当于一个霸总，就像推眼镜也好，还是手插兜也好，还是各种小动作也好，其实我们平常的话也会做很多动作。基于当时的情况和霸总没有关系，这也是因为做角色建构都会让这个角色去充满灵魂。我一直在尝试别的角色，我也会尽量突破，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和这个运气吧，到时候也希望我自己会有这个能力去把握好抓住这个角色。最有考验的，我觉得还是用过来时来讲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精准。我当时所表演的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讲就是最有挑战性的，因为我觉得人是不断成长的。现在往以前看，我会把这个角色呈现得更好，但是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我可能把这个挑战性也拔到最高了，所以呈现的是一个这么样的效果。其实这个问题我处理的也不是很好，有一个小技巧，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会把这个角色建构得更加完善一点。他的从前的过去，他所有的经历，包括他的未来和以后的思想，我就把这些都赋予到这个角色去考虑这个角色应该做的这些事情，这可能算是我一个小捷径吧。至于做区分，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区分的也不是特别的优秀。没有太多考虑过这些事情，我觉得把当下的事儿做好，不要去用太多的时间花费在焦虑的问题上。至于像其他的尝试，我是一个比较爱接触一些多元化的东西吧，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任务活动也好，还是角色表演也好，都想尝试。至于 AI 这个问题，我本人是对 AI 抱有一个敬畏心吧，因为确实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当于在这个时代互相成长的角色吧，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我们演员也好，都会顺着时代来发展、去成长、去进步。不否认它的任何东西，我也感觉它很强大，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所以我觉得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产力的工具。如果有技术能力或者是有达标的要求，用 AI 来帮助我们完善一些本来完善不了的东西，存在一个腐蚀性的关系吧。我其实不感觉我从一个新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受宠的演员。我还是感觉我现在相当于一个新人，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尝试过，很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新人吧，只不过是可能因为有一些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会受到一些关注，所以
对未来的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会发展到哪一个位置。对未来的自己没有什么可讲，我只能对当下或者是对以前的自己说一些话吧。对以前的自己，我会非常感谢他当时的坚持和当时的努力。对现在的自己会讲，我会继续学习。可能未来的我回想到现在这种时候，还是会说出这些话。西装手表9倍，3件套。如果带着男友朋友圈，离婚后的第一条会发给啥？我后悔了。合作过的女演员里最想2搭3搭4搭的是谁？这是什么雷人的问题啊？反正我是都想，我也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吧。演艺生涯中最甜蜜的人是谁？我自己。拍短剧最累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不累，一点都不累。说出3个你的隐藏技能。rapper、赛车、歌神，太隐藏了，隐藏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请你评价一下你演过的角色行业成跟陈堂主。2个极端。你的 MBTI 是什么 ？INTP， 家乡的美食，手打糖醋牛筋溜肉锅包铁锅炖。Seizing tower, no one's been before. Close the curtains, what you're waiting for. And I'll be keeping secrets till I'm in the ground. 我热爱表演这个行业，我热爱演员这个职业，可能还年轻，富含野心的，还有一股拼劲在，好好演戏为主。一历史最帮的，这是4个好，那我说说。腾讯娱乐和鱼八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天祥，很高兴能够在腾讯娱乐 X 计划中认识大家。不止于心，无界生长，邀请你翻开新档案，了解更真实的我。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跟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演不了表演，或者说演出的表演会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波表不分家，然后可能艺术行业有它的共通性，也有它的独特性，所以我会慢慢让大家见识到我在用我的播音专业的一些东西带入到我的表演当中，能够让大家模糊掉这个概念，并且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形象。其实我有想过，如果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表演训练，是不是代表着我在演技方面的不成熟？然后其实这点我也在慢慢的去学习，因为我觉得是理论始终是用于实践的。你理论可以去向大家请教，但是实践的经验永远是自己的。那我拍了很多，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多。我觉得在表演的体系上，我有理论也有实践，我会慢慢的把它结合得更好，并且能够让自己的演技更加进步一些。调整状态，回归本心，其实就是我热爱表演这个行业，我热爱演员这个职业。那我会一直告诉自己，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把戏演好，然后给大家创造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角色，并且大家能够认可的角色。那在这条道路上，我会一直强调说我是个演员。那我会时刻就是拽自己吧，尽量让自己不要去多想。首先还是很感谢宁静老师这么评价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夸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抬举我。可能确实是因为形象的问题吧，让大家觉得第一眼我很乖巧，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可能长得比较乖巧，但我内心是富含野心的。我也会更加的去努力的去做到，让自己能够创造出不同的角色。我们笑场的次数不多，但是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躺在一张床上4个人一起的时候，可能会笑场比较多，因为机位有限，在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旁边看着，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好玩。然后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好玩的点子，要一起把它给演出来。本质上是根据剧本内容进行创作的。我们一般说台词，其实都是按照剧本内容去进行自己的2次创作。其实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因为可能还年轻，或者还有一股拼劲在，但肯定会有心态累的时候和身体累的时候，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吧。然后把握好一切休息时间，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比较真实的生活化的电视剧，其实对于我来说，更多的考验是在于对于一个角色的整体把握，要怎么去塑造出一个从头到尾，从一个时间段，从年轻到年老的一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把这个角色的每一个时间段所要展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他的形象，去怎么去塑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因为短剧很快，没有可能讲不完人的一生，但是我觉得在看完《父母爱情》之后，我会更加的去强调我表演的真实性，然后生活化，然后包括怎么去把这个角色的状态更加丰富一点，这是我从这部剧当中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在整个行业过程发展当中，其实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内容的重要性，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那可能在现在拍摄每一部剧当中，我觉得导演啊，包括整个创作团队，其实更多的是想把这个故事给更好的讲给大家。那我们演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更多的时间去表达，有更多的时间去揣摩角色，并且把自己想要在这个角色当中表达出来的思想给放入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业发展起来最好的一点，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文化传播导向作用的一个传播媒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精品化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挖掘的文化的深度也会更深，然后包括受众群体也会更加去专注于其内涵所表达出来的文化。那在我看来，就是短剧行业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那作为工作者，我会觉得说，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有的，比如说打游戏，我觉得我在打游戏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拼劲的人，会把这个东西带到我演戏当中，两者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共通点，然后我就能时刻的调动我的情绪，时刻调动我自己的积极性。目前的工作计划和作品，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比如说3月份拍的，时光和你多么美，离歌1999，然后志明与春娇，他似日光，这些都会慢慢的跟大家见面。然后后面的工作计划肯定还是以好好演戏为主。古装、成色。其实我们为的词是天选古人，帅气场，古装成色阳光。恭喜你答对了2个词。播音生跨界短剧最庆幸没丢到的技能是什么？台词和形体。自己的演艺生涯中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感谢我的表演老师于磊老师。不拍戏时是宅家看剧还是出门运动？看时间长短吧，时间短的话就宅家看剧，时间长的话可以出门运动一下。自己的网速是2G 还是5G？ 2.5G。最想挑战的变态角色，心里有没有初步人设？会选择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吧，就是可能会双重人格啊，或者说精神分裂啊，在这个方面去挑战一下。 MBTI 是什么？ INFJ。用家乡话来夸夸自己。你是最棒的。这是4个啊，跟我说，你是最棒的。对5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5年后的自己加油。俺现在在这个路边上等车，我要马上坐上我的小摩托。太香了。这是个正式采访吗？我想说，说这个宁波的信号不好，为什么？重生之我做了美食博主后，带着剧本环游世界，这么抽象吗？腾讯娱乐和鱼八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姚冠宇，很高兴在腾讯娱乐 X 计划中认识大家。不止于心，无界生长，邀请你翻开新档案，了解更真实的我。其实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但是大家人都很好，融入到整个集体里就没有那么紧张。我没想到的是，我跟大岳老师居然合作的还挺愉快的。因为当时其实导师出的那个考题，我就想演点不一样的东西，就往搞笑了演的，所以跟大岳老师合作的还挺好。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收获了很多朋友，作为演员来说，收获了很多导师给到的一些很关键的信息，而且真的很一针见血。我和蔡飞老师有提到过说，作为演员，其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定要去跟对手演员去有眼神上沟通，最好是不要不看着你的对手演员演戏。但是其实就我们经常会演到一些霸道总裁这一类的，为了表达霸道总裁的那一面，或者说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会不看着人去说话，有时候也是没办法。那个年代播出的戏也好，或者是所有影像留下来的记录，我会通过这些影像之前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说是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也好，或者说那个年代大家会在意什么、流行什么，会从这方面去传播这个人物吧。我的合作伙伴可能是艺人，那可能在现场他们会比较 E， 我会比较 I， 那遇到同样的 I 人，可能也都不太会说话。前段时间我自己自导自演的首部导演作品《长夜将近》里面有一场戏是我自己催眠自己，会去找女主的故事。
到时候大家播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场戏还挺不一样的。不会啊，我觉得演的还不够多吧，就是制服类的角色演的还不够多，我就想还可以更多尝试，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警察啊、消防员啊这种制服，挺想尝试的。要么就是校园剧很纯爱的那种，我刚刚有提到的这种制服类的人民警察，很想去尝试一下，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很光辉，很伟大。有压力，有认可，其实压力也是动力嘛。之后会更好的去鞭策自己。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不太冲突。我一定会延续我自己演戏的这个特长，然后去更深的去发掘自己，可以尝试更多角色的另一面。编剧啊、导演啊、后期的这些，我觉得那更要去尝试了。就像我有提到过说，因为其实在不同的岗位去看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目前还没有。就没有说特别能代表我的一个代表作吧，其实我觉得是还不够，还可以更好。其实我觉得短剧肯定会越来越精品化，其实都在很快速的蓬勃发展。那长剧如果有这个机会，肯定是想要去尝试的。从深知我做了美食博主后，带着剧本环游世界后，又开了家店后，又当了导演。之剧本当了某品牌的狗粮代言狗，这么抽象吗？还可以编，这是个正式采访吗？我想说，远行的斑马是我一直延续的风格，不能说是尝试的风格。我自己想尝试的可能是那种电子风，因为最近我接触到的音乐节什么的，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快节奏的歌。目前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很好的作品让我有这个成就感。我觉得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之后都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能带给我这样的成就感。不冲突，演戏唱歌嘛，演戏的时候唱 OST。我民国题材好像演的真不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能都想尝试一下，因为其实都不太一样。军阀是有军阀的感觉的，文人长衫长袍，戴个那种小圆圆的眼镜儿，拿个扇子，我有点想象不到，但是我觉得应该大背头。我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而且得看状态。我有时候很 E 的时候，真的就随口就来了；很 I 的时候，真的也想不到那些东西，真的得看状态。说这个宁波的信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真的很有意思啊。因为臭鳜鱼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如果说自己家里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太会去吃的。但是家家户户都会吃老母鸡汤，对我们那边的老母鸡汤比较有名，肥西老母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是的，它是迷你体的雪纳瑞，但它现在已经长得不太像迷你体了，现在有点像标准体的雪纳瑞了，体型还是比较壮实的，基本上是会的。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有10来天没见到它了。最近我是用打游戏来解压，就对战类的或者赛车类的。之前的话可能也就是遛遛狗，我可能更多的也是喜欢可能泡澡吧，会。就包括他们前两天跟我说的什么不依赖哥哥算不算长大，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回来我想了一下，不依赖哥哥算不算长大？那你不依赖哥哥，你是脱粉了吗？还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没明白。那暂时倒没有了，因为其实他既然会闹剧组笑话，那一定会是出现在这个剧本里的热梗，出现在剧本里的热梗，不懂那基本上也会去问吧。现在2.5G 差不多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可能也是粉丝想对我说的，长肉，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最近老听到这个，能学下去就学，学不下去就多吃点儿。我觉得也不要太轻易的去定这个 flag， 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嘛。希望我的摇乐们都能够每天开心快乐，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每天开心快乐。Bet.